大家好，讨论一下最新的21大常委名单啊，分析一下这个版本靠谱还是不靠谱啊？网友发给我的名单。2024年10月27日，上海一名真老外走在马路上，被怀疑是抠字儿，遭到警察盘问。那现在推特有两大热点，一是安乐死，二是上海万圣节警察滥抓滥捕，炒作安乐死，感觉像是在替上海警察转移视线啊，有这样的嫌疑，掩护上海警察洗地啊。那范冰冰在上海街头被警察带走，那王岐山他就是一个背锅侠，马健他人就在中国呢，而且被抓了。国贸1808没有王岐山，只有习近平啊。国贸1808没有习近平的话，那郭文贵老婆孩子怎么从中国放出来的？当时王岐山已经从中纪委退休了，他说话好使吗？郭文贵到底有没有国贸1808呢？别人不知道，那马健他就在中国，习近平能不知道吗？2024年10月24日至26日，中国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应邀率团访问越南，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国家主席梁强、政府总理范明政分别会见。越南是4驾马车，又叫做4大支柱。那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呢，还有一个是国会主席。那现在是4驾马车中的3驾马车，4大支柱中的3大支柱都会见了张又侠。那因为国会主席那军委和军委副主席啊实在是不搭嘎，就是业务不对口啊。最关键的就是张又侠他闭口不提习近平啊，或者说不再吹捧习近平啊。越南官方越通社发的稿子里面呢，那张又侠压根就没有提过习近平。那到了中国官方的稿子里面呢，他是这么写的：张又侠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苏林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就新华社的稿子，你说这些话呀，你也不能说他是完全造假吧，但明显是转移视线啊，就和习近平去福建明明是去拜关帝庙啊，结果他写成参观文物保护单位了，这不能是完全造假，但是也是在扭曲事实啊，模糊焦点。那不管怎么说呢，张又侠没有强调习近平，没有着重的提习近平，没有吹捧习近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也不光是枪杆子，这刀把的王小红他也转向啊！外界盛传中共3中全会以后呢，习近平军权已经旁落，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主管军队事务啊，种种迹象也在印证着相关传闻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10月17日视察安徽火箭军部队61基地611旅的时候，张又侠陪同呢，但是财新网的报道之中呢，罕见的将习近平和张又侠的名字并列放在标题之中呢，被指释放敏感信号啊。按照惯例，中共官媒报道有关习近平的新闻的时候，以往只把习近平的名字放在标题之中呢，陪同官员的名字放在内文呢。财新网的新闻已经被删掉了，但是还是被截图了。回复一下这名网友啊，有人说最近习近平暗算了张又侠，博主怎么看啊？我的回复就是，这是节目效果啊。张又侠他又不是老板，要么习近平他就没下去，要么就下去了，他不存在中间的状态啊，他更不可能说今天下去了，明天上来了，后天又下去了，这样反反复复的状态啊，纯粹都是节目效果啊。中国的陆军政委郭树同和副司令李火辉、邓志平，这都是一锅端啊，怎么可能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郭家家呢？也有可能就是不想让大家看出来那是一锅端的，所以今天放消息说这个抓了，明天放消息说那个抓了，就假装是他们是都被反腐拿下了，其实不是啊。不光是枪杆子、刀把子，王小红也是一样。王小红会见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王小红压根就没有提习近平啊，但是王小红在
新疆调研的时候呢，新闻报道上是有一个习近平的帽子在上面的，也就是说，王小红提到习近平这句话，就是一开头的套话，叫做帽子。到底是王小红他自己说的，还是宣传报道的时候中宣部给王小红统一加上的？不好说啊。那退一步讲，就算是王小红自己说的，那调门也是大大降低了。那解释成人话就是习近平他就算暂时还是总书记，但是也没有办法定于一尊啊。就是你说习近平下去了吧，他也没下去；你说他大权独揽吧，那也不可能啊。这些迹象都太明显了，就是这么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就是还是在维稳啊。就是习近平就算下去了，那不是共产党还在吗？就害怕中国人他知道习近平下去了，就说去你的，这共产党跟着一起下台就行了。那共产党还继续执政干嘛呀？就是共产党害怕这种情况出现呢。现在就是在运作这个权力更替啊，就一个一个换非习近平派系的官员上来，我统计到51个而已。那国企的老总都没有统计啊，实际上3中全会之后呢，应该已经换了60个了。那换到200个时候了，就是彻底摊盘的时候啊，没几个月了。现在还没有进程过半，大概进行了1/3，差不多就是明年2会的时候吧。我给大家捋一捋中国之外的国家，哪些都陆陆续续的知道了中国内部发生了变化。首先就是美国和越南，越南总书记苏林2024年8月15日访华，那被大家理解成是越南在替美国探路啊，然后就是美国的沙利文访华。大家看这个时间线啊，完全是吻合，一个是15号，一个是27号，就是越南访问之后2个礼拜，美国访华呢。中国解禁日本的海鲜进口呢是9月20日。就假设日本和中国谈判需要1个月的话，那不就是8月20号吗？那沙利文访华的话，如果他要安排这个行程是1个礼拜，那还是8月20号。那往前一推啊，就是越南告诉美国，美国告诉日本啊，因为日本和中国进行谈判解禁海鲜进口呢，都是8月20号开始启动的。那访华稍微简单一些，1个星期就能安排好行程啊。那谈判海鲜进口呢，稍微复杂一些，谈个1个月。那开始的时间点啊，都是一个时间点。给大家再看一个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巨额关税啊。首先，加拿大他早就想收拾中国啊，对中国憋了一肚子火啊。习近平这个孙子抓了2个加拿大人，2个迈克尔，但是加拿大也没有找到好的时机啊。8月26日，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巨额关税啊，10月1号实施。那10月19号又推出了一个豁免规则啊。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不就是和美国沙利文访华这同一天啊？8月26号和8月27号，那其实就是一天，可能是因为时差。从美国把情报分享给加拿大，到加拿大拟定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政策，这大概需要准备1个礼拜吧。所以加拿大也是美国8月20号给加拿大分享的情报啊。那印度这边呢也是一样，对峙结束。印度和中国开始从喜马拉雅最后据点撤军呢。据一位知情的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称，印度和中国已经开始从喜马拉雅山争议边境的最后2个面对面的阵地撤军，这预示着两国4年的军事对峙结束了。那中国和印度撤军是发生在10月25号呢，实际上谈判早就开始了。那9月初，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说印度不会对中国企业关闭大门，取决于投资的领域和条件。那印度外长发表演讲的时间呢？当时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已经开始了，大概是9月11号，印度外长发表的演讲。那往前推10天，推1个礼拜，不就大概就是9月1号左右嘛？那加拿大是5眼联盟，是美国的核心盟友，那日本也是美国的核心盟友。那8月20日，美国已经和日本和加拿大分享了关于中国的情报。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啊，没有加拿大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那么近，但是很明显的10天之后，就是8月20号开始往后，你推10天呢，就9月1号左右，他印度也掌握了这个情报。
那中国就要和印度缓和关系，搞经济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这都是邓小平的路线啊。那现在中国就是要回到邓小平的路线，那中国就是这么决策的，实际效果如何那单说。我们看一下这名网友发给我的21大名单啊。那首先唯一值得表扬的就是这里面没有习近平啊，就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来，无论是四中全会还是21大，习近平铁定是要下去了。那不过既然习近平要下去了，那么21大他就不可能还有4个人，常委里不可能还有4个人习近平的人啊。那你要这样预测的话，还不如直接预测习近平21大他还是总书记呢。这个名单他只会在习近平继续担任总书记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名单啊。那习近平他为什么下去呢？难道是习近平主动下去的吗？那3中全会之后提拔的副部级和正部级一个习近平的人都不提拔，难道还能提拔政治局常委吗？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对于习近平派系来说，有可能让丁薛祥直接退休啊，一个习近平派系的都没有。那如果丁薛祥能连任政治局常委的话，那么也不可能是总书记，也不可能是总理，也不可能是中纪委书记啊。这3个职位，其余的4个职位挑呗，就连这个人大委员长都费劲呢。丁薛祥如果连任的话，大概率是政协主席啊。这个名单里面，李干杰还中纪委书记呢，想什么呢？李干杰都快要被抓了。李干杰是薄熙来的人，你这提拔谁都不可能提拔李干杰啊！不抓李干杰就不错了，抓了也是应该的。薄熙来是如假包换的习派啊。1995年4月，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提拔的习仲勋的秘书曹志斌担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啊。薄熙来的老爸薄一波1991年出了一本书啊，70年的回顾与思考。王茂林给了30万，山西省给了30万。王茂林本来就是山西的官员啊，李干杰也是薄熙来派系的。现在习近平提拔薄熙来派系的李干杰担任中组部长，那就证明薄熙来和习近平是一个派系的。1998年1月到1999年1月，34岁的李干杰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挂职，担任岳阳市平江县的县委副书记。那当时的岳阳市长周昌贡就是王茂林提拔的，王茂林掏了30万给薄一波出书啊。那李干杰他就是在薄熙来他把薄一波的马仔王茂林手下的周昌贡下面挂职，不抓李干杰就不错，还想进常委呢，想什么呢？好的，谢谢大家。